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新一期直播。这是我们今天的老范读评。既然没有人看，我先去发个 Twitter，然后再发个 Discord，忽悠人来看直播了。直播开始了。好嘞，看看来了啊，有人来了，16个人，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啊，这里第一次看直播，这个每一次都会有第一次的。今天2场直播，是的，这个下午做了一场，晚上又有一场。好，我们先开始第一条啊，上期读评，关于996这个话题，想起之前跟一个在台湾苹果待过的朋友说过，他刚进去看到加班费给的高，于是1个月连续申请加班，结果他的 leader 跟美国的 HR 一起找上门，leader 问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什么问题，HR 问他是不是 leader 安排的工作有问题。是这样，就是当你这个加班是有成本的时候，企业其实会衡量的，说你为什么会去加班？它有可能是说你不胜任这个工作，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的老板可能没有发现，或者你的上级没有发现你不适应你的工作，因为他需要支付更多的钱来去做这件事情。我记得原来啊，日本也有一段时间干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去申请了很多加班以后，他们就会问你说，为什么你的工作上班时间做不完，对吧？他等于是做同样的事情，甚至可能做更少的事情，他支付了更多的钱出来，啊，这个事儿是不划算的。啊，再往后还是上期读评，啊，有一位网友说，王侯将相自有其安逸，北京人在国内的生活优势已足够，没必要折腾移民。本来最该润的是苦苦挣扎的底层啊，可无奈签证啊屡签都拿不到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他永远是这样的，就是，呃，叫做总是叫这山看着那山高吧。最底层的人可能说，哎，我们要稍微往上走一点啊，混到中游去。然后有些人说我要去北京，然后呢，还有些人说，哎，我已经混到一个这样的位置了，上面居然还有一个地方叫美国，对吧？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去转一下啊？一方面是这样的，就是永远是这山看着那山高，因为我们讲叫眼界决定成败嘛，你看不到这个更好的，他就没法往前走。另外一方面呢，任何一个吸引移民的国家，都是希望吸引最好的人回来。对吧？没有人说我们希望吸引一些最底层的这个来吃苦的人，啊，当然你说菲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是绝大部分呢，其实都是希望吸引一些可以为本国创造价值的人啊，年轻的、力壮的，然后知识结构好的，对吧？甚至是有钱的，这是大家没办法，任何国家都如此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他就很无奈，那怎么办呢？然后我看看。好勤力哦，勤力这是台湾话吗？也没有了，今天就是正好就聊一会儿呗。晚上好，晚上好，糖果妙妙屋，晚上好。好久没整点看直播了啊！这个整点直播我们这么规律，啊，我之所以做的这么规律，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养成习惯，整点看直播。据说比亚迪的人和马英九介绍在某辆车里边也可以开视频会议，马上问为什么在车里也要开？台湾没有那么卷。是的，但是你想，他车上有摄像头，有这个屏幕，你加个这个 QQ 会议或者是这个什么腾讯会议，太顺理成章了。
这个我记得原来是谁来着？江青大概干过这么一个事儿，说他想设计一个车，这个可以在里边吃饭睡觉，对吧？这个就是他，因为他经常需要四处去视察嘛，然后就在车里边去，吃饭睡觉，然后到一个这个下一站去视察工作，对吧？去检查工作去。后来呢，这个有一个研究小组就做了这么一辆车出来，然后做了一些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向他汇报说：“哎呀，这个实在是不行哈。”说为什么不行呢？说这个人拉肚子，啊，说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车特别是在开动的时候，你如果睡在里边它颠簸的很厉害，然后这个人的肠胃受不了。对，你说这咱们是这个从头就在卷啊，一直卷到现在。啊，现在其实房车这个东西，就是它开起来的时候里头是不睡觉的啊，就是你是不可以一边开着房车一边在里边睡觉的，啊，开车的时候里头是要系好安全带的。这个老范在油管我关注的主播里头是最卷的，这个不是一个好话啊。刚开始，对，刚开始，菲佣只能工作，拿不到身份的，是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国家，不是说给菲佣工作这个身份啊，而是说他们也需要一些底层劳动力，这是真的。当然要一期不落，是的。移民的一般都是大城市条件好的，底层都是反美仇日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不能说都是。你像那些其实走线的也都好多是中产，这你让我怎么弄，对吧？但是以前比如说蛇头，对吧？蛇头拉着那个去这个叫什么美国直接偷渡的那些人，好多就是侨乡嘛，福建沿海那些，就也不算特别大城市吧，但是肯定不是这个中西部或者西南什么这些地方的人啊，就还是在沿海地区，因为他有这个条件和机会嘛。每次打开油管，你都在直播，那一天24小时直播，我是神啊！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再往后，Kimi 大模型就是长啊，这个它这里上下文就是长啊。这个有人就问了，说了为了长而长，没有代价吗？很容易出问题，感觉就是炒噱头啊。这件事儿是这样，长呢肯定是有价值的啊，因为你可以一次扔进大量东西去让它去根据这个东西进行回答，这个事儿已经是有价值，而且现在国内开始使用 Kimi 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用的。啊，至于说代价呢，其实他们是使用了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就是他并不会说真的把这个上下文窗口拉长，而是做了一个 AI agent，就是在这个你给了他一大堆文本以后，啊，他对这个内容呢进行了这个 RAG 啊，或者说他输入的内容很长，但是输出的内容并不会那么长，因为它的这个输出块儿。在这个 transformer 算法里头，你要把它延长一点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痛苦。这个对算力要求太高了。再往后啊，Kimi 大模型就是长。如果是国内顶尖科学家领衔，就实在不应该再拾人牙慧了，不应该再在别人已经开拓好的 transformer 模型上做精细化开发，而应该开发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算法。比如那种小数据大推论的延展性人工智能算法，哪怕失败了，也可以把那些新领域的失败经验分享给后人，而不是总是跟着别人屁股。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我准备周五的时候，是不是再去讲一期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到底能不能弯道超车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博主在炒这件事情，对吧？也有一些博主说，这个他们认为国产新能源车这个能够弯道超车，这个事情呢，其实就还是跟抄袭有关。我并不认为说一个顶尖科学家就应该，去开创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每个人都开一摊的话，这个就都走不到头啊，对吧？你都没法使啊，因为科学家真正研究的东西其实都是很顶尖的，就是跟普通人离得很远的。你总要有人把科学家研究好的东西拿回来给大家用吧，对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就是到底什么叫创新，什么叫抄袭？抄袭里边有哪些创新？啊，为什么咱能抄，别人抄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看看礼拜五是不是
总结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多的人在我这个里头不停的在怼我说国产大飞机，人说啊国产大飞机就是抄的啊，我说这个高铁也是抄的啊，这个汽车抄的，这个大模型啊，这个别人一开源你就又厉害了。这个事儿呢，首先人家说的也算部分事实，但是呢，只能是部分事实啊，它里头并没有那么完整，所以我要从我的角度上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来看待抄袭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国产新能源车的这种包括国产大模型的这种弯道超车的这种情况，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吧。再往后啊，还是 Kimi 这条啊，我问他为什么必须要绑定手机，他洋洋洒洒出了5大理由上千字，其实意思就是一句话，老子是在为你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啊，现在很多的这种国产大模型也好，或者各种的系统也好，就不停的要绑你手机。绑你手机的目的呢，其实，第一个目的很简单，就是它可以去发短信给你，而且可以去找到你，对吧？因为呢，大家都害怕把用户留在别人手里头。比如说，我现在让这个叫做你，比如绑个微信，你就可以了。但是微信下次说我不给你了，或者我把你从平台上踢出去了，对吧？那么他就很害怕，说你要如果有手机在我这儿，我就可以啊给你发短信，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可以这个重新激活你，他可以干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很多的厂商要想干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所有在中国的手机都是实名制的，你一旦把手机绑上去以后，这个说话呢就会小心一点，对吧？这个因为你在用你自己实名制的手机去绑定的服务，然后你如果问了他一些比较过分、比较奇怪的问题的话，他分分钟就可以找到你的身份证号码，对吧？这个事儿是大家要注意的啊，就是所有在国内输了手机号的，你一定要注意你是实名制的啊，因为你特别想大模型这种东西，对吧？你很有可能会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对吧？就像很多人在我这儿问我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问题是一样的，对吧？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问了也就问了，但是你一旦问了大模型奇奇怪怪的问题，他就会找到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国内所有的大模型其实都是实名使用的，对吧？你在那个里头让他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是不行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用欧拉玛这种在本地跑的模型，对吧？你就做各种的尝试，做各种实验，对吧？说对了，说错了都没事啊，都在你本地啊，到时候把这个数据库一删就完事儿了。好，穷人移民收益最大，西方政策对穷人好，但是呢，他们并不欢迎穷人移民这事儿是。范老师，哎，你好，晚上好。对，我们继续啊，这个 Suno 的音乐大模型到底靠不靠谱？这一期视频里呢，其实因为我的这一期视频很多人上来怼我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呢并不太看好这种音乐大模型，原因呢并不是说这个 Suno 做的好还是不好，而是因为我认为音乐这种东西的这个传播和消费成本都是过高啊，它这个里面比较难以这个形成这种叫爆发点，因为你一定是说，你可以进行低成本的传播消费，才有可能造成这种爆发点啊，否则是很难的。啊，那么有人就问了啊，说这个昨天看了一个做重金属音乐的哥们儿，对 Suno V3啊大加赞赏。这个事儿呢，怎么说？第一个是对于我来说，重金属就属于魔音贯耳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音乐品味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我不知道这帮做重金属的人这么大的这个声音了以后，他们能不能听出这些音乐的到底哪个跟哪个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啊，这个事儿是我其实比较难以理解的啊，这个就没法整。你比如说绘画，就算是什么印象派，我们虽然看不懂，但是你说，哎，我仔细看看，也还是可以品出一点点味道来了，对吧？但是你这个重金属对于我们来说，你说它魔音贯耳，它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吧，我觉得。
再往后啊，Suno 音乐大模型说我是音乐人啊，创作、制作的和表演都干啊，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帮助我们找灵感，试效果，不只是玩玩，但要说这东西给外行能创作音乐，那就想多了。这个呢，我觉得是符合我的认知的啊。就是你这个东西现在呢是可以找到一些灵感，你试一下，哎，说这样组合还可以，那样组合还可以，然后我是不是试一些什么样的风格，试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叫做乐器搭配或者是什么拍子，你可以试一试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快速的提升效率的啊。要按他这个讲法呢，这个东西实际上就跟我们使用这个 GitHub Copilot 这种 AI 的这个代码提示词是一样的啊，代码提示器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些程序员可以拿着这个东西进行快速的这个代码输出，可以提高效率，对吧？但是呢，你真的把这东西给了一个完全不会写程序的人，你让他去拿这玩意儿写个程序，他是写不出来的，对吧？这个东西符合我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吧。对吧？那么再往后啊，这个还是 Suno 大模型靠谱吗？老范这次被自己的主观经验束缚了。如果有一批 Suno 这样的音乐 AI 出现，对流行音乐的创作比 Midjourney 对绘画创作影响还要大。很快抖快就会有一批 Suno 创造的歌曲出来。人的创意是无穷的，很多人不能创作作品，其实是被自己专业技能所限制。音乐 AI 解决的专业，那个人和平台就负责传播就可以了，啊，这件事儿呢，我是不同意的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抖快上面的，就是抖音和快手上面这种抖音神曲、快手神曲，就是只有两三句的这种，是最难创作的，对吧？它要比创作一个什么交响乐、创作所有这个东西都要难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考核机制太严苛了，对吧？你想它怎么考核？难道是有专业的编辑、专业的评审坐在这儿来打分吗？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这种音乐家来给你说评测一下，说这个代表了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不会的，那个东西后边是纯数据打分，点击率的啊。你这个东西推出给人看了，看完了以后说大家不喜欢，没点，对吧？那下一次就没有点击机会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一大堆这个非专业人士，然后拿着这个 Suno 这样的模型，对吧？就可以去创造出音乐来，就可以说，哎，这个东西可以经历这么残酷的这种大模型筛选，然后呢，这个真是大模型啊，就是这种推荐算法模型筛选，然后让他们脱颖而出，这个非常难，对吧？你想，你做一个真正的长的音乐，或者说一个有名的制作人做的音乐，对吧？大家还说，哎，头几句没听出感觉来，后边几句有啊，或者说，前面一段是什么样，我需要反复听10次8次以后才能有感受，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为什么你还能够反复听10次8次呢？是因为创作人很有名，对吧？我愿意去听，而且大家知道音乐里头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呢？叫电视剧主题曲。它那个歌呢未必有多好听，但是呢，因为它反复放、反复放、反复放，你又不得不听，对吧？然后慢慢的，你才能发现里面真正好听的那几句或者好听的那一部分，你能听出来。但是实际上，很多电视剧主题曲，你要单独把它拿出来听，你头一次听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好听的，对吧？但是这样的东西，你在抖音、快手里的传播都是会被筛掉的，都没戏，因为没有人会反复给你那么多的机会去尝试的。所以啊，这个抖快神曲真的不是 Suno 这样的东西可以搞定的啊。然后还有些人在说什么呢？他说这个YouTube 是有免费的 BGM 的啊，是的，YouTube 是那个后台有一大堆的免费的音乐。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正好说明了我这个视频里边要讲的这个观点。我天天录视频，每天都录，日更甚至日双更，对吧？然后这个我也想在我的这个内容里头去加上一些轻缓的音乐或者什么样的音乐，然后让大家听着更开心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 YouTube 下边大概有几千首音乐，我大概听过其中的3、5首，实在是听不下去。因为你要想把这个里头筛出来适合你的音乐，
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的传播啊，这个音乐的传播与消费的成本太高，会阻碍音乐 AI 大模型的这种发展啊，这就是我整个这一条视频的一个观点啊。当然，很多人就是上来怼吧，啊，没关系。来看看啊，这个其实各个领域的应用 AI 目前都有点这种感觉，因为生成式黑箱导致细节变化几乎不可控，所以就需要 AI 先给大方向和灵感，人在做细致。哎，这个东西怎么抖啊？人在做细化调整啊，图片如此，文章如此，音乐可能也类似，是的。但是图片呢，其实你还是可以有这个后续调整的空间的啊。文章更是你拿回来以后自己再调整。音乐这东西，我不知道拿回来它咋调这东西。Suno 还可以解决一种音乐问题，就是那种不重要的背景音乐，基本没人去管，就是个气氛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吧，我现在录的视频是没有音乐的，那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愿意它有音乐呢？对吧？不是说你听着开心啊，这个绝对不是，而是我加了音乐以后，我可以得到更多的用户点击，用户可以听的时间更长，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可以被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被识别出来以后，可以放出更多的这个推荐来，这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对吧？而这件事情呢，你又这个验证周期又非常长，我不能说我在里头，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讲视频啊，然后或者说我今天做老范读评，我后边给大家放一重金属，对吧？可能转化率会下降啊，对吧？或者说这个大家就实在听不下去了，这个事儿我是没法去做这个验证这个事情啊，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拿来专门听质量肯定不够，但是拿来当背景音乐足够了。比如独立游戏，哎，这个我觉得倒是对啊，独立游戏没准可以用一下，但是还是一样的，就是你加上背景音乐以后，到底用户留存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事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纯粹说公式化的话，这个其实不需要 AI，流行音乐也已经够同质化了。544，这是什么？就来多少多少歌了，这个是简谱吗？这个我就不会认了啊。但也有一些公式的曲子，冷门的就丁点流量没有，说明核心的传播并不是曲本身。对音乐这个事情，我本身并不是那么了解。虽然我也爱听音乐，对吧？喜欢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当然我不叫各种各样的，就是喜欢我喜欢的那类音乐吧。这个，但是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去传播，怎么去弄，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太搞懂，对吧？然后呢，还有人说，哎，说你这个是不是，没有听到你喜欢听的音乐，所以你觉得他所有音乐都模棱贯耳的，你应该多听几首。这个事儿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的音乐就是这个品鉴的差异实在太远。当你有这么大的品鉴差异的时候呢，这个你听一首音乐，然后进行品鉴，这个时间又特别长，所以它这个传播就会更费劲，对吧？好，我们继续。这个日本错失互联网时代啊，这个有人就说了，说日本保护小企业这种很好啊，要不然餐馆就全都是预制菜的连锁店了。日本很多那种夫妻小店、美食店很好吃，卖的也不贵。这种小企业的存活对于普通人和小商家都是好事。这件事儿呢，我们还是要看矛盾的两面啊。就是如果你都是这种小店，那么它就没法去发展壮大，对吧？你也没有办法说我们让这个小店的美食为更多人去服务，而且你想，一旦是成为大的连锁店以后，你还可以干什么呢？你还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是高层的这种运作、高层的管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叫广告行业，对吧？然后我们是要给这个美食店做广告的。
如果大家都是夫妻小店，那我们这个美食店做广告这个行业就饿死了，对吧？他只管服务好周边的一些人就可以了。那么这些做广告的这种广告商去挣谁的钱呢？对吧？它等于整个的产业升级就没了，而且它所有的高端产业，就是需要去进行给这个夫妻小店或者给这种餐馆去进行推广宣传的这些人的生意就全都没有了，对吧？这个事情就相当于是你的产业就停滞在这儿了，所以这个事情有利有弊。夫妻小店确实很美好啊，很田园，但是呢，它扼杀了所有上层产业的机会。然后啊，日本错失互联网时代，说经常换，所以才沉淀不下来好的作品。日本做长线，你在做短线套现，韭菜亏了。而且屌丝也会成长，成长了就自然而然，往好作品去了，审美更加提高啊。这件事呢，其实是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是承认的啊，就是日本是会做这种长线作品，因为我们以前做游戏，做游戏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这种不是特别正规的公式啊，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也会这么讲，是什么呢？叫是次日留存调美工，7日留存调玩法，30日留存调数据啊，好像是这样，还是说这个我印象里应该是这样吧，大概是30日留存调这个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儿这个游戏让你这个玩了以后下载了，然后你明天还要回来玩，这叫次日留存，对吧？你怎么能够次日留存呢？你要把美工调得很漂亮啊，然后他明天才回来。然后这个7日留存呢，就是说我今儿把游戏做了，然后到第7天他还回来，中间你不是说只到第7天回来，中间你可能还在一直在玩。那么这个呢，你要想提升7日留存的数据呢，你就需要去调整它的玩法，你让这个玩法好玩啊，能够让它玩得下去。然后30日留存啊，就是说这个留存更长，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更长了，对吧？那么你要去调整个的数值平衡啊，要不然你可能玩2天就没得可玩了，对吧？这个是以前我们在国内做这种轻游戏的时候的一个，就是一个简单公式吧。但是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科学啊，我一定要讲清楚。这个，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调长留，就是90天到180天的留存。然后这个东西是没法调的，因为你为什么没法调呢？就是中间的影响因素太多了啊！我如果是这个7日留存，我还可以什么呢？就是哎，我现在记好了啊，我是调整了哪些东西，到今天这个版本的7日留存是什么，我是可以算的，对吧？算完了以后，我可以把调整的那些开关再重新拨一拨。30日留存呢，还是可以将就，可以处理一些。但是你一旦到180日的留存啊，或者更长，比如年留啊，今年玩的人明年还在玩，我去调这样的留存的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法调的啊，因为你没法说我记着去年这个时候或者半年前这个时候我做了什么改动，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在这个，因为你过了半年时间嘛，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干扰因素太多了，所以它是无法调优的。那么最后我们发现什么？就是你要想提高这种长流的留存，就需要靠日本人这种方式做长线，就是说我靠爱，靠这种仪式，靠这种很这个一点一点去抠细节，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功利心，就是我就喜欢这件事儿，我就想把这个细节做好，要靠这种精神才有可能提升长流，这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对吧？它属于已经进入玄学状态了，对吧？它确实是啊，这个效果是有的啊，而且现在呢，其实中国人已经在开始吃这种苦果，因为我们就特别喜欢调这种短线嘛，调完短线以后，你长流就差，那么你就等于不停的在被谷歌、被 Facebook 这些广告商收割来收割去，对吧？不光是我们在割韭菜，别人也在割我们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那么，但是第二条呢，我是不同意的啊。他讲的第二条是什么？就是屌丝会成长，成长就会这个往好作品去，审美会提高。这件事我不同意啊，因为呢，可能有极个别的屌丝是会成长的，但是我们从整个的社会或者统计上看，屌丝的比例是不会变的啊，永远是有这么多屌丝，对吧？而且永远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屌丝，
所以呢，我现在的看法是说，有个别的人会在某些个别的方面啊，他的这个品味会提升，他也不会全方位提升啊，个别方面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永远不提升的这个事情就不会说这个慢慢的好作品就会吸引用户，就屌丝的比例跟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变少的。好，再往后还是这一条说其实我感觉日本的 IT 实际上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日本没有去追求炫目的概念，而是把 IT 当成了公路、铁路一样的国民基础设施去建设。绝大部分公司、餐饮店、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而且不仅仅是展示宣传、营业时间、临时休业信息都可以查到。有的还可以直接预约。政府网站非常实用，各个政策信息、办手续需要的材料流程都能查到，而且页面几乎都完美对应 A11Y A11Y 是个什么东西没太确定甚至还有银幕阅读器它是这样的一个介绍这个首先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还是没有太享受过国内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这种便利觉得他们能够在上面查到这个展示信息、营业时间、临时休业信息，就甚至有的还可以预约，他就觉得已经是做的挺好的了这个首先是这个差得非常远这要讲清楚。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日本把互联网变成了基础设施以后呢，它等于剥夺了互联网公司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当他没有这种机会的时候，确实也就没有人在上面想说，我怎么能够让它更酷炫一点？怎么能够让这个某一些餐饮店得到更多的流量，对吧？他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事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导致它一个循环的餐饮店大的也起不来，对吧？大家都在那开夫妻小店，因为你开完夫妻小店以后，你也竞争不过别人，对吧？它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正好是说清楚了日本到底是怎么错失互联网时代，而且他所描述的那个状态，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查基础信息，查这个展示宣传营业时间、休业信息这些东西，是在国内基本上是 Web 1.0干的事情，对吧？然后可以在网上订餐是 Web 2.0干的事情，这都是可能多少年前，可能十几年前就已经都搞定的事情。对吧？那么现在很多新的不一样的东西是这个日本现在还是落后很远吧。这个一定要注意，互联网企业做的事情不是帮助你去实现这些实用的功能，互联网企业要干的事情一定是助纣为虐，帮助那些企业进行竞争，然后把其他那些企业干掉。互联网企业要干的是这个事情。对吧？只有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赚取超额利润，才有可能去进行流量分配，对吧？甚至制定自己的规则让别人进入到自己的规则里边去，这是互联网企业只能干的活。好，再往后说老范国内的软件厂商和日本的派遣没啥区别，尤其是政府项目，我敢保证还不如他们呢，因为也都是外包，甚至都没有代码管理。互联网的就业人数肯定也没有这块的人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分几块第一个呢，国内政府项目确实是层层外包这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也确实有。但是呢，第二个呢，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比这个日本外包的质量好这件事呢，我们要打个问号因为国内其实有很多很大的外包企业的那么这种大外包企业呢，其实从我了解的状态上来说，要比日本这种政府外包和大手企业的外包品质要高的因为国内有很多外包企业他们是上市公司，而且呢，他们可以去帮助政府从头到尾把项目做完他们会对项目负责任而不像这个日本这种外包是由大手企业自己去做了这个设计完了以后呢，再让这个下面人再去做，一个一个去填坑，不是这样的就是下面是一个完整的公司，它会完整的设计，
而且他们也会不断的去追求新技术，追求新的这种管理方法和应用方法。追求完了以后呢，他们会这个引导政府项目或者是这种大企业项目使用新兴的技术，对吧？它这个还是跟日本这个差挺大的。日本等于说，它最上面的这个需求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大手企业，他们来有需求他们去做系统规划，做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在国内还是反过来的而且国内的话，这些叫什么呢？就是这种大型的这种软件公司，那边东软或者是神马这种大型的软件公司，他们自己会有完整的系统，而且这种系统会不断的升级，他不会说，哎，你政府只要不要求升级，我就不给你动了，对吧？他不会干这样的事儿，他们会自己升级系统，升级完了以后到政府那儿说，哎，你看我们系统升级了，咱们换一个新的吧，或者我哪块给你做一下吧，或者他们有时候会找到政府说，你看旁边那个城市做了一什么东西，我这个也是我做的，然后你们要不要这个项目这个功能，我给你再上一遍，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差异很大的至于说这个代码管理这一块呢，这种大型的外包项目、大型外包公司其实也是很严格的并没有说这个萝卜急了不洗泥因为它项目要迭代、要重用这一块其实还是可以的。因为我原来以前有些年吧，会去主持这个叫 Top 100案例大会。这是什么会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公司吧，他们每年会把国内100个最好的 IT 实施案例的这个项目搁在一起，让大家交流经验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好像当过一次吧，这个大会的这个大会主持人，然后呢，当着几千人、上千人的面去演讲这个还是挺有趣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也是他们一些分会场的主持人，对吧？是专门去看什么样的项目进来，怎么去筛选，然后他们到底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下层的这个也不叫下层吧，就是说真正这种给企业服务的这些软件到底是怎么做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了解这个而且他们这一块做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比这个日本大手企业这种IT 派遣还是不一样的。至于说互联网从业人数还是这个做外包的人哪边多呢？我觉得看怎么说严格意义上说，你说互联网大厂，那他人一定是少的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如果比如互联网公司、游戏公司，对吧？然后加上这些，其实现在给他们做外包的这些人，他们也在很努力的推 SaaS 系统。那么这个呢，也能算互联网人员了这个这么算的话，其实互联网整个的人是很多的，对吧？那么现在在国内，你如果分软件公司的比如身份的话，可能除了一些这种比如做硬件的或者做一些工业软件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不能算完全离开互联网，因为硬件现在也需要 IoT 嘛，工业软件也需要 IoT 嘛，就是这种物联网的东西都需要。所以我觉得国内可能绝大部分的这个软件企业，包括软件工程师，你说他离开互联网都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把他们都规划成互联网企业，或者都规划成这个互联网公司互联网这个研发人员反正不算很牵强吧。好，我再看看这边我敲的这串数字是和弦了，好吧，这个你难到我了这个我已经完全超出我的这个叫做什么了，完全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麻烦说一下字节跳动到底是哪国的 ？Facebook 和谷歌没了中国经营的好好的，为什么它不行呢？字节跳动那肯定是开曼的呀，这个是还用问吗？对吧？如果你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字节跳动是哪国的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在互联网就差太远了字节跳动的母公司或者最上层的母公司是开曼，是英属开曼群岛上的，对吧？这个是非常清晰吧？没有任何问题吧？这个至于说字节跳动这个就是 Facebook 跟谷歌没有了中国经营的好好的，凭什么说人经营的好好的？如果 Facebook 跟谷歌能够进入中国的话，他们会经营的更好，对吧？甚至有可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上升好几倍的状态。不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强，而是中国整个的就是它的迭代快，而且中国的工程师什么的量也多，
所以如果他们有了中国市场的话，可能整个的他们的生意就好了非常多啊。你们只是看到了现在 Facebook 跟谷歌啊没有中国市场之后，对吧？还能够生存的一个状态啊。至于说字节跳动离开美国市场，这个行不行？也没什么不行的呀，对吧？你在中国其实还是挣钱的，他在美国 TikTok 现在是赔钱的。现在我们是拿中国人挣的钱在养活他，搞明白这个事情，对吧？但是离开美国市场以后呢，它未来肯定也就在局限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去运营，还是能挣钱啊，这个事儿没问题。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要这样去思考啊，你不要去觉得说为什么这个 Facebook 离开这个谷歌离开中国就挺好，对吧？字节离开美国就不行啊，这个事儿是要讲清楚。Facebook 谷歌离开中国也没有多好啊，字节离开美国也活得下去。这都是什么呀？这是歌词吗？好吧。还是关于 AI 音乐啊，我有另外一个视角。其实比起 AI 直接生成音乐，我觉得 AI 更可以发力的领域是大众对于不同音乐喜好的分析。这块肯定是有人在分析了，但是这个分析的状态怎么说呢？其实最早的推荐算法就是推荐歌的，最早推荐算法都不是推荐那个视频啊什么这玩意儿，都是推荐歌的。而效果非常好啊！最早的这个推荐算法的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咱们讲的这个叫做协同过滤算法，好多都是做歌的推荐的。这个但是呢，他们最后把那个数值跟人之间对不到一起啊，这个事儿是不是那么好做的？感觉国内外包有一半是用拼音命名，群体太大了。还这事儿我还真干过。就是我们以前写这东西叫数据字典，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存在数据库里应该叫什么表的名字、字段的名字，然后呢，这个变量的名字和这个叫做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函数的名字、程序的名字，然后这些东西呢，有些呢是要用这个，就是有些公司会用英文命名，或者说我们管它叫，我记得当时叫西班牙命名法还是叫什么命名法，我忘记了，这个因为也很长时间了。这个现在也有新的命名法了，这个就是你要如何去这个用几个开始的几个字母去来代表它的这个类型，然后呢，再用后面的这个名词、这个单词完整的英语单词来去代表它的意思，对吧？只是用这样的命名法。后来现在新的这个命名法，就是我们现在用 JavaScript 什么，好多有一些新命名法，就什么大小写啊什么这样的这种命名规则都是上来的。但是这个后来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写完了这样的程序以后，别人看不懂啊，或者说你再去维护的时候会产生异议。那么最后怎么办呢？我们在维护这个数据字典的时候，就说干脆使用拼音，然后这样呢，它就没有二一性啊。然后大家所有人去读的时候，你的英语水平高也好，低也好，你都能读得准，而且读完了以后，大家理解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你看着很傻，但是这个效果还可以啊，效果还可以。3年之后又3年，Arthur 啊，我都成主要贡献者了，这是什么意思？好啊，我们继续。小米汽车发布会，有人写了啊，中国99624小时这种，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人不像人啊，发展何用？小米汽车亏本卖，这是不是属于不正当竞争或者倾销呢？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不正当打压竞争对手啊，你这个呢就叫妥妥的双标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第一个，咱们先说996和24小时这种事情啊。第一个，小米汽车车厂到底是不是996、24小时这事儿不好说啊，人家自己也没宣传这事儿，对吧？小米其实996不是特别严重啊，这个并没有标榜这件事情啊。然后呢，24小时人家是3班倒，对吧？也是说早中晚班啊。那你说我们现在去看，你到底是喜欢996、24小时呢？还是喜欢黑灯工厂呢？黑灯工厂就是里头压根没人，全自动化生产，对吧？你到底喜欢哪样，对吧？那个马斯克全黑灯工厂，现在小米号称也要建这种
尽可能自动化，尽可能少用人的工厂，我们到底要哪样呢？对吧？你也不能说我们都黑灯工厂了，然后大家在外边失业，对吧？都这个35岁退休了，到底哪一个更值得骄傲，哪个是更值得自豪？其实你说不清楚，对吧？你只是因为它叫小米，或者因为是中国，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然后第二个，这个小米卖车亏本卖，对吧？是不是不正当竞争？是不是倾销？你是不是想太多了？特斯拉是成立了十几年以后才开始盈利的，那十几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都把它干掉，对吧？就不应该有特斯拉。这都想的是啥呀？这个逻辑呢，还是要统一起来啊，要不然是不自洽的。再往后啊，电动车在辅助取消且终止禁售纯燃油车政策此时真正竞争才开始。若电动车开8年，残值为0，而油车开8年，残值还有15%，这15%就会抵消油费支出。电车市场能否在3年内占到全球市场总量的15%是一个重要指标啊。这件事呢是这样，电动车的起步肯定是依靠着大量的补贴，甭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包括欧洲政府，都给了大量的补贴。然后特斯拉最早的利润都来自于一个东西叫碳税，对吧？它造电动车嘛，它可以收碳税啊，这个是可以产生利润的。然后另外呢，这个欧洲要这个禁售燃油车啊，也给大家了一定的急迫感吧。确确实实是让电动车有了一个起步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它是压根起不来的啊，因为它电动车在早期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啊。但是后边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没道理的啊。电动车开8年残值为0，而油车开8年残值为15%啊。这件事呢，电动车。我觉得8年以后，这个电池肯定是没法要了，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但是油车开8年以后呢，这个残值啊，这一辆车的15%的残值，其实是抵消不了油费开支的啊，因为电车省钱省大发了，不是这个一个车价15%这么点钱的啊，这个是差非常非常远的啊。这个至于说电动车你是不是需要开到8年，油车是不是需要把它开到8年？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我这次去日本，他们说日本的车一般是开到4、5年就把它卖了，对吧？他们永远是开新车，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还需要搞后面这个研究这15%的问题？电动车，你比如说你开个4、5年，你到最后就是换电池嘛，因为电池的话，其实现在成本在快速的下降，对吧？你随着使用量上升，然后用的量越来越大的话，那个电池就会越来越便宜，对吧？这块还是符合一个相当的规律的啊。原来我们老觉得这个电池好贵好贵好贵，但是现在最近就是电池在不断的降价，所以这个经济账不是这么算的。然后呢，电车市场能否在3年内占到全球市场的总量15%这件事呢，我并没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啊。这个还是说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去攻破就好了。因为电车这个事情呢，它特别是前面特斯拉利用这个补贴的时间，其实已经给大家种上草了。大家都知道说有这么个东西挺好，对吧？它有哪些优点，有哪些缺点，然后也确昧了，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对吧？而且特斯拉还干了一个特别棒的事儿，是什么？就是在全球建了这个充电网络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所有这东西起来以后，就是电车现在这个势头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它还是会继续往前走，哪怕说欧洲说我不着急去禁用燃油车了或者什么的，这个电车的事情还是继续会往前走的，不会停下来。再往后这个小米汽车发布会说喊一声服务器就崩，只能说明服务器垃圾。小米的云服务真是一言难尽。这个里头呢，其实讲2件事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讲的说是小爱同学嘛，你喊一声小爱同学，然后小爱同学这个服务器崩了嘛。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任何的服务它都会有一个并发设计。比如说我设计我的服务是并发这个1秒钟并发100次，那么我最多呢，我去备一个200次的并发的服务器就够了，是吧？我不可能说我这个峰值并发，我去设计一个
啊100万次并发的一个服务器，我去买这么多，这个事儿是冤大头，对吧？这不可能干这种事情，所以没有人说我备这个服务器会备这个无数多啊，或者说你甭管怎么弄，它都是好的，这是不现实的啊，它要考虑这个成本的。然后至于小米云服务器的这个品质呢，你说对了啊，这个东西确实不怎么样。对，这个因为包括金山云，包括小米云的这个，在这一块上还是差一些啊。在国内云服务其实做的最好就是阿里云，啊，其他的腾讯啊也还可以啊，其他的没试过。金山云我们以前试过，因为原来猎豹的嘛，就是它有的时候会用到一点点啊，但是那个真的是不太好使。啊，这个小米云的话，应该是跟金山云可能一脉相承吧。啊，这个一言难尽，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了。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范哥，不确定你比我大还是小啊？称您尊称您一下哥。我75年的，今年带娃润了，你什么打算？真的要一直在墙内？肯定也想润啊。我72年的，我比你稍微大个3岁，对吧？这个润肯定想润，只是前面这个人笨了一点，对吧？挣的钱不够多，所以这个就只能是在努力啊。我们现在肯定是在积极的折腾，然后再攒钱啊，再攒钱。就是你们这个看我的视频，我都在挣钱啊，然后我挣够了我就跑，啊，或不叫挣够了吧，就是说这个能够这个攒出一个底子来我就跑。感觉这已经变成日经话题了。就西方大厂不卷嘛，这个如果都要先盈利才能做生意，那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可以反倾销关门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大家都卷啊，一针对 Linux 新闻的搞笑评论，好吧。特斯拉当年卖碳税额度给其他汽车公司，这一招确实高啊。不过这依然是西方国家的，它不能叫权力因素，就是说人家就说我就要环保，对吧？他比较左派的一帮人说我就要环保，我就要减低这个温室气体，我就要这个降低这个全球变暖，我就要干这件事情。那么他就设计了一个碳税这套东西，碳税这套东西也不是特斯拉自己设计的，对吧？那你说我造电动汽车的，我就可以卖这个碳税嘛？他就可以干这件事情，它跟权力没关系啊。关于电车市占比，昨天特斯拉 Q1的销售数据出来，差的超乎想象。华尔街预估一季度交付45万辆，这个基本上就是去年180万辆除4持平。现在一季度出来，其实只有38.6万辆。目前在非中国市场当中的新车销售油车比例反而在上升，这所有新能源共同的危机，油车价格体系受到威胁以后，把价格拉下来以后，就纯粹是价格肉搏了。但是你要想清楚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是在比如说3年前，那咱们确实打不过它，对吧？这个电车它就是贵，电池也就是贵。但是你现在到今天了到2024年了，这个比亚迪现在的这个口号是什么？叫叫电车比油车便宜，对吧？它这个比亚迪秦可以卖7.98万，可以卖1万美金，对吧？或者说可能1000美金吧，能够卖到这样的价格，它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去跟油车去打这个仗了。你说我把一个油车那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挺大的个儿的一个车吧，你去卖到这个1万美金，那油车厂它也受不了，对吧？所以特斯拉呢，它其实是可以把价格再降下来的，只是现在特斯拉把这个就很奇怪就别人都在降价，它涨价了。而且呢，它其实还受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它在中国生产的这个特斯拉，去年是出口了30几万辆嘛，那么这些车今年可能会受到很多地方的限制，对吧？因为你用了中国的电池，用了中国的这个工厂，然后你生产出来的车，有些国家不让它去了。
然后还有呢，就是欧洲现在对于这个环保啊，对于什么这些东西有没有那么迫切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啊。如果这两个国家不打仗，或者这仗打完了，他们有的是天然气，坐在那儿慢慢烧着天然气发着电，其实用电动车挺好的，对吧？只是现在他们的能源也搞不太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现在就准备去这个放缓一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肯定对于特斯拉也好，对于国产电动车来也好，都是会很痛苦。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个最后的贴身肉搏的这种战斗上，这个叫什么？就是老的汽车厂商是打不过他们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叫什么年迈不以筋骨为能嘛。就是你在这个时候还是叫拳怕少壮，对吧？特斯拉是新生企业，这个魏小李包括这个华为、小米都是新生企业，对吧？他们是干得过你的，而你跟这种老企业、跟这种100年的这种企业比，你根本打不过他，对吧？你包袱多重，这个路径依赖多强，对吧？你哪能跟这种新企业竞争？你根本竞争不过，想都不用想。老范可否聊聊人民币未来的趋势？手里有一笔5年期大额存单，已经存了1年半了，现在付人民币没信心啊，想取出来买美元基金，又不舍得1年多的利息啊。这个，我从来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刚看了一点，23年马斯克卖了17.9亿美元的这个碳税额度，我天，这个好多钱啊！对，同意老范电车价格优势的思路。如果不是有贸易墙，国产电车会摧枯拉朽，这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无论油车、电车，最后还是拼价格了。对，是这样的，就是拼这个价格。而且拼价格这个事儿，我真的不认为这些你像福特呀、什么丰田呀这些公司可以跟什么比亚迪、跟特斯拉、跟小米去拼，它是拼不过的。就是最难的时候，实际上电车已经过了，就是靠补贴、靠什么这东西都过了。啊，因为油车的基本布局100年都没有大变化，产业链也够成熟，EV 的这个规模化还没有进一步展开，所以核心部件都还会越来越便宜啊。这个其实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这个油车，你想它的发动机、它的变速箱，然后它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系统，你都是这个你是没法简化的。而电车这个东西就是电池、电机没了呀，对吧？你既不需要保养它，也不需要维护它，你到时候最多就是换电池就完了啊。虽然换电池很贵，对吧？但是你通过后期，比如电池循环利用、电池的这个技术提升、电池的这个回收什么这些东西起来以后，你电池成本会下降的。所以这个事情它是没法拼的，就是它从整个的电车的这个零件数、电车的这种维修保养，整个这个东西的成本必然比油车低啊，这个事儿是一个肯定的事情啊，越来越好是啊。好啊，我们继续。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啊，就上礼拜这个Tiny Fu 来了，然后我们聊了3个话题啊，这个其中有一个话题在我这儿，然后引起很多人的讨论是什么呢？就是华人工程师占了 AIGC 半壁江山这件事儿。这个呢，也确实大家喜欢聊这种话题，对吧？有人就说了，说华人不代表中国人啊，有的华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移民他国的中国人在入籍他国时要宣誓效忠移民国，出色的中国人为何移民他国？移民他国后的中国人为何这么出色？有出色技术的华人何解不认祖归宗回祖国效力？这得问问他们和中国有何解原因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强调说这个人是中国籍，对吧？我们强调的第一，他是华人华裔，对吧？这个事情呢是代表什么？第一个是他的血统，当然说血统血脉这件事呢，它政治不正确，
对吧？我们不认为这个人在种族之间有什么差异啊，这个事儿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是说，作为中华文化所培育出来的这些人，对吧？他们从小这个卷，从小考试，从小这个各种的竞争，然后从小会被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吧？重视教育，希望孩子可以出人头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培养出来的这些华人、华裔啊，这个我们首先讲的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啊，讲的是这部分。就是现在占一半的不光是华人啊，不是说有美国华人，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其他台湾的或者是什么新加坡的这些华人，不是这样算的。我们讲的就是出生在大陆的华人，对吧？或者是出生在大陆的，曾经是出生在大陆的中国人，就这些人啊，那么他认不认同，是不是移民了，这事儿我们就没讨论这个问题啊。他们占了一半啊，咱们讲的是这个故事，而且我们想的就是我个人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个人想表达就是说这一种文化底蕴或者文化的这种习惯，会使得他们再培养出来的学生、培养出来的孩子是适合 AIGC 的啊，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至于说这个出色的华人为什么移民他国了，我觉得呢，这个话呢就属于太没有逻辑了，对吧？咱们国内还有那么多出色的人呢，对吧？只是说人家国家外国人，他说，哎，或者说美国也好，或者其他国家也好，人家就专门挑的出色的来的，人家设的有门槛，你这个不出色的人，人家不要啊，那只能是这样。而且最出色的人，对吧？一定是，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些官员，一定是最出色的吧，对吧？任何国家这个管理阶层啊，或者统治阶层，你说他是精英，这事没毛病吧？对吧？咱们最出色的一个人，对吧？也在不停的给咱们指明方向嘛。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出色的中国人移民他国了啊，最出色的都留着了，都咱们自己消化了啊。这些只有说一些这个还算出色，但是又没有到最顶尖这些人啊，移民他国了啊，这要讲清楚。然后呢，这个移民他国后的中国人为何这么出色呢？这事儿其实也很简单，他们笨呗，咱们勤奋啊，对吧？这个就我们出去了以后，依然像我们在国内一样那么卷，这么勤奋，那肯定出色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有些出色的技术华人为何不认祖归宗？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呢，我们承认自己是华人啊，咱们不说中国人啊，因为有时候有国籍的问题，咱们承认自己是华人，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华民族，这就算认祖归宗了。至于说为哪个国家效力的问题呢？哪边有机会我就往哪边去啊，或者说在两边机会差不多，或者两边给的钱差不多的时候，那我觉得为中国服务也没什么不好嘛，更好嘛，对吧？但是有的时候说这个还是要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嘛，这有什么问题嘛？所以很多事情呢，不要极端化，就是我们把一些这个很极端的案例拿出来以后，说你看为什么都是这样啊？一说都是这样，这个事儿一定是错的啊。啊，再往后啊，这个叫做芯片这个行业啊，我也做了25年了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又深又广，做了25年，学了25年，脑袋里头一堆协议。我的同事们30年经验的也很普遍，年轻人10年上手也很普遍。黄教主跟苏妈是非常了不起的，看了不少老范节目，我认为国内还是太急了，怕错过机会。其实很多行业都是有自己节奏的，常常要坚持，而耐住寂寞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国内是着急啊，为什么着急呢？因为今天这东西是你的，明天这东西可能就不是你的了，对吧？大家都是需要快速的落袋为安啊。这个呢，它不保证你的长期收益，也不保证各种的政策稳定性。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着急咋办呢？对吧？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没办法，这个也确实是咱们现在的问题吧。这个还有人说了，说你俩说了10分钟，就是不肯把“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这句话说出来。这个事情呢，我是从来不同意啊。为什么不说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不敢说啊，而是因为我压根就不认同啊。为什么呢？
就是影响一个东西最终结果的因素非常多，对吧？它到底是在中国做出成绩，在美国做出成绩，在其他国家做出成绩，这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外国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在影响这件事情。而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不再去追究和探寻底层的原因了，而是直接给它一个标签化的、简单化的一个这个结果，说就这样了，对吧？我们不管它为什么了啊，你们以后就记住了，到那边就不一样了。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最后把它总结出、归纳出这样的一句话来，对吧？然后你说，哎，你们去研究那些细节没劲了啊，这个东西就这样。而我们要研究的就是细节，为什么不一样，对吧？为什么华人擅长这件事情，对吧？为什么他们到美国去把它做出来了？你只有把这事儿研究明白了啊，或者说我们探讨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进行一定的改变，进行一定的调整，对吧？或者说给大家一些意见和建议，才有可能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上来以后说这个东西就这样了就无所谓了，对吧？这就属于要扣帽子啊，这个事儿是我非常不赞同的。好，在这边电车电动车发展的方向是电池、充电设施、生产成本降低和自动驾驶。你知道分别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哪一个最可能突破？现在电池技术肯定是在快速发展，特别是可能固态电池、半固态电池这些东西是在快速的往前走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充电设施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你最多现在就是增加电压，对吧？现在就是原来是400伏的这个叫做平台，现在就是上800伏平台，对吧？这块已经用了一些这种就是不太讲道理的方式，让这个充电过程已经变快了非常多了这块已经有了然后另外就可能还是说电池的一些回收再利用的方式现在大家也在很努力的研究它。生产成本降低的话，其实这个马斯克开始就是使用这个一体冲压机，一下把一堆零件砰压一块然后上这种无人工厂，对吧？这块其实已经把成本降得非常低了，而且还可以继续降低，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这个自动驾驶其实这1-2年可能最多也就是5年之内，我觉得可能 L3、L4就有可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以后的话，整个汽车产业有可能就会彻底颠覆这就不是这么玩了，就整个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油和电再贵一点，再用这些利润推进电车、油车产业，其实没必要你搞那么贵干嘛嘛？我看看那生产电的成本还能降吗？其实是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就是今年2024年有可能电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因为 AIGC 是需要大量的电的，就是做机房需要电，而且电的那个量可能会超过现在人类发电的总量，因为电的成本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水电、太阳能、风电，所有这些电，它呢其实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煤电、火电，然后核电这个它反正也会算一个成本，它最后这个电的成本，它是一个综合评述下来的一个东西。而且很多呢，就是我们会建电站，建完了电站以后，发现用不了那么多电，还会自己会拉闸，不是限制你用电，是拉闸，不是不让它发电会干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其实电还是就是我觉得成本还是有机会，但是电成本下降，至少欧洲吧，你还是得把俄乌战争打完你如果打不完的话，这个电的成本是下不来的。太卷了吧，又直播没有？我礼拜三晚上直播是每周都会有的呀。老是扯认祖宗的这批人一般有机会就头都不回的走了。哎呀，这个很正常吧。关于 EV 涉及到的环保，扯一个有意思的题外话。最近包括 JP Morgan、贝莱德
什么这些大资本都从气候变迁协议里退出了，因为ESG 相关的基金大量撤资了。这些大资管为了防止进一步退出，马上就退出气候变迁协议，坐实了那句话：环保只是生意。这个反正也算是一种，还是看吧。我觉得现在日子都不太好过，这个还是要等这个。咱们现在想啊，美元不降息，就是它今年至少是没加息啊，但是它不降息。然后呢，现在可能6月份降息的可能性还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美国在收割全世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下一个上台的很有可能是川的统领啊。如果川的统领上台了，这家伙是一个右派，对吧？他压根就不相信世界变暖，他们认为世界变暖这件事情，就是地球变暖这个事情就是个骗局，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这个整个的环保事业就会遭遇退潮期啊，这个事儿是可能性很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啊，现实演绎是这样的。呃，生产电成本还能降吗？肯定啊，不是有个宇宙级等级模型，就是用某个文明所能产生的能源总量来估算嘛？人类现在是0.75级，好吧？智己 L6打擦边球，说自己用的是固态电池，他们要装的是半固态，价格肯定非常贵。但是反正你不断的有人试新的呗，试完了以后，然后大家再慢慢的，让它慢慢成熟起来，慢慢变便宜嘛。俄乌战争，你觉得最后应该啥结果？我觉得有可能也就这样了，对吧？现在俄罗斯加大攻势，说我们就是努力的把它打下来，对吧？乌克兰现在按照国内的说法说又开始有点软化了，啊，我也不需要再退回原来的这个边界线了，然后差不多咱就该谈就谈吧，对吧？因为他们也看明白了，如果川的统领上来，他这事儿可能也就如此了，所以还不如等着这个，美国大选之前，然后看看能不能谈出点什么结果来。而且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恐怖袭击完了以后，普京又咬死了，说这事儿就是乌克兰、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干的，对吧？那我就跟你死磕了嘛。那么这个事情，美国、英国其实又没有做好准备要跟俄罗斯打这个全面的战争，那你剩下乌克兰就比较尴尬了嘛。爱因斯坦都有奶就是娘啊，我们这些普通人哪里有好处就去哪里，当然也没有问题。爱因斯坦呢，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啊，他这个在二战之前他还是要跑的，如果他不跑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去集中营了啊，这个事儿还是很关键的啊。那么他这个，你说让他一个犹太人去认同他是德国人的这种祖国，这个。也确实有点难为他了至于我们普通人呢，我觉得还是这个什么地方好就去哪儿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咱们现在讲的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这个我们还是中国人的这个吃苦耐劳啊，这个四处出去拼搏打拼的这个能力和精神还是很强的。好再往后。说这个小米苏七这维权退款这个事儿说感觉中国人真有钱不是开玩笑，这样疯狂抢购一款自己也不了解的新车，况且小米以前从来没有造过车，我刚来美国时，韩国车一直是汽车杂志嘲笑的烂车，持续10多年才好转。我估计这种事儿在美国不可能发生，即使你想买，好歹也要看看杂志这个汽车评论可见美国人没有中国人有钱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国人确实是更喜欢去追求一些新东西。咱们比如说买手机这件事吧，就是在经济还不错的时候，中国人换手机的这个频率要比美国人勤得多，对吧？你在美国大街上走，你还可以看到3、4年前的手机，在国内的话，其实已经看不到看不到这种东西了大家是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但是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呢，其实可以花钱的地方比较多
啊，你可以去度假，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开游艇，对吧？可以去跟大家开 party。而在中国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些消费的这个能力的啊，所以他们会干嘛呢？就是买车、买手机，对吧？香港人当时最喜欢干嘛？买表，对吧？买那个很贵很贵的那种这个什么劳力士啊，买这种玩意儿，对吧？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份象征。说豪车，你想在香港那么一个地方停车也费劲，你这个开车也堵车，你整个豪车你出来给谁看呀，对吧？啊，然后衣服或者什么其他奢侈品，那么这男士就是买表，所以他们当时说这个香港开演唱会，开完演唱会以后，大家就把这表扔上去，对吧？它其实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消费观念，这个事儿呢跟有没有钱没关系。我还记得以前啊，就讲说中国卖豪车，啊，咱不说小米这种车啊，就是比如说布加迪威龙那种，就是大概在国内能够卖到2000多万一辆的那种车啊，在国内就卖的特别好，也不叫特别好吧，因为它这个车本身一年也产不了几辆，对吧？就是反正国内是能够很多人去买这个东西。然后说为什么呢？说你在美国你要有这个钱呢，你可以去买游艇，啊，你可以去买私家飞机，你可以去买很多的这个东西。但是在中国你没有这些玩意儿可以买，你最多也就是买辆车，对吧？那咱就买这个最贵的车去呗，对吧？所以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不太一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新车啊，一款新车在中国为什么这么快就能被人接受这件事儿，其实呢，你要这么想，特斯拉在美国逐渐被人接受，也是一个不知道有没有10年，反正也是很多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呢，中国人我觉得叫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吧，啊，这个没什么不好的呀，啊，这个你只要愿意尝试新鲜事物，那我们就不停的有人去做出新鲜事物让你来尝试呗，啊，这都是挺好的事情。啊，至于说汽车杂志的话，国内也有汽车网站啊，也有各种汽车自媒体啊，一帮人也在那天天不停的测评的呀。你以为中国人这个买车他不看吗？他一样看，只是我们现在比他们发达了，对吧？比他们先进了，咱们不看杂志了，咱们看自媒体啊，看抖音啊，这个事儿看看这各种评测。你现在上抖音去看，小米上各种评测多得很哦，大家都要拿出来评一下，甭管我是吹啊还是这个踩啊，我都得拿这辆新车来拆一拆嘛。啊，然后是再往后啊，这个是只要闹就有理，中国式讲道理，UP 主还好意思硬凹啊，服了。这件事儿呢，怎么说呢？确实如此啊，就是中国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就是闹就有道理，医闹也好，或者其他各种闹的也好啊，包括房屋拆迁啊，包括这个比如说给一层装这个装电梯一层不让装，就是还是看谁声大啊，这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个事儿呢也挺丢人的。这个我觉得造成这样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啊基层管理吧，或者基层执法失败吧。啊，这个很多事情你不是说谁有真正的违法合法才怎么样，或者说我是依法办事儿，你要真都大家依法办事儿就简单了嘛，他就不是这样，就还是要闹，谁的声音大，谁的嗓门大啊，谁聚集的人多啊，你就还是能够占到这个便宜的。中国它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这帮官儿他是官本位制，官本位制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指标叫什么？叫维稳啊！你下面闹起来了，然后这个稳定的就破坏了，他这事儿他就不行，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但是呢，它这是缺点了，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些特别不合理的法规、特别不合理的规定吧，你也可以通过闹一闹，然后有一些这个回旋的余地啊。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啊，那它等于很多的这种新的 idea、新的这些创新的公司呢，它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反复的磨合，对吧？或者说给它一定的这个市场空间，让他们去做试错，这其实是个好事情，所以有利有弊吧。再往后啊，是这个想靠转单获利的黄牛啊，排越前面获利空间越贵，所以第一时间都锁单了。是这样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可能都很多是黄牛。现在呢，有一个新的数字，就是很多人在讲说小米退单量大概是40%，而且小米也确确实实给他们都退了。所以现在小米手里的订单大概还有个五六万辆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每一个门店呢还能够分到1、2千辆，其实这个数字依然是非常庞大的啊，要比现在所有国产新势力啊，可能都还是要强很多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呢，就恶心在哪儿呢？就是他把这个数说出来以后，说小米退单量40%，
对吧？这个事情肯定对小米是巨大伤害，但是小米也没法出来批这个谣，为什么呢？他不能说我这个退单量不是40%，是30%，还是50%，还是什么？他没法说。所以这个哑巴亏他算吃定了啊！这个你只要说，哎，小米是退单量40%，那就认吧，对吧？我们就再接着好好去带着大家试驾，带着大家去这个忽悠吹牛逼，或者说这个把车卖掉，不就完事儿了嘛？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好啊，我看看这边有什么新的。我党的网军已经在有组织的帮川普竞选了，不知道那些反贼川粉看了这一幕会有什么心态？我觉得这个就叫阴谋论了啊！我们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啊，这个或者他国选举，我们都不干预的。不可能，我党喜欢的是拜登啊，这个你看，这就是阴谋论吧？关于小米卖爆啊，我觉得也有部分原因是小米的品牌耕耘很好，话题的流量也好，小米最早的粉丝的消费能力和场景也刚好到这儿了。我自己是苹果全家桶，极反感华为啊，但对于小米这种人畜无害的工程师形象，还是更接受的啊。这个华为，其实我也不反感华为啊，就是华为造的很多东西，我其实还挺喜欢的。你看我这还有华为手机还使着呢，对吧？这个我并不反感华为啊。这个刚才好像举起来没有举到人身前去，被这个这个什么人剪掉了啊。华为其实在工程上，在很多这方面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块我并不反感华为啊，这个只是他反感这个遥遥领先而已。今天好像是这个昨天吧，任正非说了，说你不要老喊这个遥遥领先，领先多少就是领先多少，你喊这个口号有什么意义吗？而且今天是已经传出消息来，这个遥遥领先啊，从这个华为商标注册里边被撤销了，就是他前2天确实去注册遥遥领先这商标去了，现在撤回了，啊，这个也是有可能造车模式会发生变化，就是什么问界、智界这些玩意儿可能就要倒霉了，啊，后边可能就是嗨模式了，就是他们内部这个斗争一直没停。好，再往后啊，飞书大裁员这一条，这个是，当初就不该招这么多人，互联网公司大开大合习惯了，对员工极不负责任。这个呢，我是非常反对这种论断啊，为什么呢？你互联网公司就应该在最火的时候疯狂的招人，然后疯狂的往上冲，冲过去了，那么大家一起发财，啊，冲不过去就裁员，对吧？那么他冲过去的时候，他招了这些员工，他也发薪水了呀，也按劳动法该给钱给钱了。虽然他比如说加班，他确实让你免费加了，对吧？啊，但是他要比普通的那些非大厂员工、非互联网公司员工挣的还是多的呀，对吧？所以这件事儿它有什么问题呢？他怎么就对员工不负责任了呢？有机会我不发展，我不招人啊，那就是对员工负责任了，那只是对剩下的这些员工负责任，对吧？那你最后会变成什么那种就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的可能日本企业会干这个事儿，但中国企业绝不这么干。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一定要灿烂给你看一看，然后一定要招最多的人，招完了以后让他们做出最炫酷的系统来，然后要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杀出一片天地来，对吧？这是中国人要干的事情，这个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佛系国家干的活，对吧？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哎，我就应该为现有员工负责，就不招人了啊，这事儿是错的。再往后啊，说 BAT 出来的人最好的选择有3个：第一，做培训，面对面忽悠年轻人；二，学英语出国继续996；三，做 YouTuber online 忽悠。其实呢，你讲这3个这个方向啊，有人走这条路啊。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多人走这条路呢？因为你想，你甭管是出来做培训了，还是像我这样做 YouTuber 了，就看到的人多呗，对吧？我这个其他人其实就是他去了其他公司以后，你没有看到嘛。啊，然后呢，这个绝大部分从这种大厂出来的人会干嘛呢？就是第一个是大厂之间横跳啊，这是最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各个大厂的经济都不好，他没法横跳了怎么办呢？他们会这个，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讲这个话，他们会呃
这个就是降级啊，就是进入到一些这个小型的互联网公司去碾压一些这个就是没有那么聪明的人啊，还有一些呢会进入国企，因为我以前有一些同事现在已经进入国企了啊，国企说，哎，你们既然不要，我们把他招回来啊，虽然工资低点但是我们是国企啊，有些甚至还有编啊，那么你们进来啊，这个也有很多，可能最大部分是这样啊，然后至于说这个，做培训、做 YouTuber 的这个呢是少数啊，润呢肯定是这个也有啊，不是说没有，但是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多吧。然后再往后一条啊，写的特别好，说比裁员更可怕的是企业家失去了信心。啊，这个话真的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企业家有信心。啊，我告诉你，这个很多的经济上的事情就是信心。卖房为什么卖不出去？因为不涨了。只要房价再涨，对吧？那么这个大家就会不停的买，而且会把它推得更高。他这个人性，他就是不理智的，你怎么办呢？对吧？你说你理智一点你分析一下该怎么办，对吧？这个没有这个啊，大家就是这个房价涨，我们就去涨啊买啊，这叫追涨杀跌。再往后啊，飞书大裁员啊，中国互联网公司最搞笑的地方就是最高层老板并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当初要做这些业务的也是他们，现在业务不行了，裁的是底下的人啊，普通员工996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还面临业务做不好，随时可能被裁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拼了命也要往上爬，因为当官啊，不管政还是商，真的不用负任何责任，这个而且还能从中捞不少好处啊。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不同的人承担的是不同的责任，对吧？这个你以为这个企业里边这些管理干部或者管理层他就不承担责任吗？他承担更大的责任，对吧？而且他到最后，甭管是说这个被裁员，很多这个很高的这个管理层 VP 也会被裁员的呀，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是打工的，其实就算说，哎，这个人是公司的老板，对吧？大股东，对吧？那他还有成为失信人员的这个可能性呢，对吧？大家都是会这个面临同样的问题啊，而且你就以为说普通员工996，然后上面这些老板们就每天出去高尔夫嘛？没有那个，你看看雷军，那真的是劳模，雷军比我劳模多了。你们老觉得我卷，那雷军绝对比我卷，对吧？我每天晚上可能到12点钟我也睡觉了，雷军给我回的邮件经常是他妈凌晨2点的，对吧？这玩意儿你说你跟他比啊，我996了，对吧？然后到凌晨2点，人家雷军回邮件回来了，谁辛苦谁卷，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不能这么讲，对吧？但是呢，大家肯定都想往上爬，这事儿是真的啊。因为往上爬了，你可以调动更多资源，可以做更大的宏大叙事，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啊。再往后啊，我看看这边有什么。这里听过一句话，在中国想搞砸一家企业，就把它捧成中国之光。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没法说啊，无言以对啊。我以为老范拿出来套着华为手机壳的 iPhone 呢，没有，我是有 iPhone 有华为啊，我是两个手机都在，就是我一般是双手机，就是一个安卓一个 iOS。遥遥领先就是一个销售的话术，不说自己的商品好，还说烂嘛。但是好呢，你也得有个度啊。我觉得这一次雷军讲的很多东西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工程师大概怎么说话的啊？有行的我们就承认，不行的我们也承认，对吧？不会就说不会，对吧？这个这个比人差就承认比人差，对吧？抄着人家了，然后这个什么了，我们也认就完事儿了。这个是工程师该有的东西啊，而且也是现在可能国内很多的市场对于遥遥领先已经有一定逆反心理了，对吧？这个上来以后，甭管你做成什么样，我们都喊遥遥领先，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啊，不是说屌丝变少了，只是大家现在有点逆反了。
主要是一个有硬件能力的公司，还非常依赖民粹主义，这就很可怕。哎呀，这就没法说了，这个事情。老范觉得字节有可能重启游戏业务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这个怎么说呢？你就想吧，字节的本地生活业务被干掉了多少次，重启了多少次吧？游戏为什么就不能重启呢？啊，还是有机会的。老范觉得 B 站未来怎么样啊？我看这股价半死不活的，这个真不太了解啊。这种事儿你得去问陈瑞，不能问我，对吧？这个因为我自己也不是 B 站的典型用户，我原来看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实在是懒得看了，对吧？这个就算了。B 站感觉会越来越小众，抖音独大的时代。对，抖音，哎，反正现在跟抖音是谁也拼不过它，但 B 站呢还是会有它一定的空间吧。其实我最近在各种 APP 上的使用时间里头，有一个 APP 上升很快，就是小红书。啊，小红书最近看的比较多，对吧？因为特别是它的这个推荐算法和里头整个内容调性，可能跟我更匹配一点吧。对，这个反正不太一样吧。据说任正非给余承东下了规定，以后每说一句遥遥领先扣1万块钱。这个以余承东的工资，每天说个几遍应该没啥毛病吧？扣不光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处罚太轻了啊。如果每说一遍扣100万，这事儿还行，能够治住他。每说一遍扣1万块钱，这真治不住他。他比如说上大会上说一遍这个遥遥领先，对吧？这个有人会说这钱我们出了，你上来说吧，对吧？那些赛利斯啊、问界绝对会说你来说，我们给你出这钱，对吧？这算什么处罚呀？这属于鼓励他。好，再往后啊，抖音4月新规啊，其实上午这条，直播说脏话只能鉴定普通话，地方方言没法鉴定。之前在抖音看到 UP 主大部分说脏话，在直播间一群人讨论六合彩，一般都是玩几块钱的，还能正常继续直播啊。这个对于方言的识别肯定是会差一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而且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小直播间，它其实不太管你，因为你如果把所有的直播都去看起来的话，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再往后啊，这个今天下午还做了一场直播，就是南昌大风啊，这个有人给我们普及了一个知识啊，说防火门其实不只是防火，重点是防烟啊，这个确实是。这个火灾最主要的死因是呛死，所以防火门要保持关闭。你要逃生的时候再打开进去。如果一直保持开启，那么让浓烟透过防火门形成一个通道，快速窜到整个楼道，啊，那就等于全被呛死了啊！这个是，其实我对防火门原来真的是没那么了解啊，就是我一直没想明白到底应该是开着还是应该关着还是应该堵着，对吧？这个现在我算搞明白了，就是防火门平时一定要关啊。那么这个等于是你如果着火了，这个就在你们家着啊，出不去，然后烟也不会到楼道里去。那我们现在设计的所有的楼道啊，就可以成为消防的楼梯，就可以跑出来啊。这个事儿啊，还是今天学了个新知识吧。谢谢范哥啊，这有什么好谢的呀？咱们讲的哪条是你的评论了？没注意。好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已经把所有的线上评论都读的差不多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然后我再看一看，让我喝口水。我最重度使用的是油管，油管每年2000小时起步，短视频真的看不进去，觉得信息密度低啊，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年轻人当中的典型用户啊，不过感觉也蛮好，自己舒服自制就好。
是这样的，每个人反正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我还是挺喜欢刷抖音的啊。这个抖音这种东西是这样，就是你要训练它，然后你一旦看到它这个一看开头，其实你能猜到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视频，不喜欢马上跳过。然后你训练了以后，它会慢慢的贴合你的需求的。说不对，防火门有常开防火门，还有常闭防火门啊？是这样吗？常开防火门是干嘛使的呢？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这个因为对于防火门这个知识，我是确实不懂。这个咱们要承认，这个常开防火门，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这个回头我去问问这个 ChatGPT 去。辛苦，好，这个也还好了。老范喜欢小红书，老范也开始向老仙女转变了。哎呀，其实没有了，小红书上有很多，我为什么喜欢小红书呢？因为我用 Midjourney，小红书上有很多人去分享 Midjourney 的画法，啊，包括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和提示词，他们分享很多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我喜欢的。而且小红书上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比如 AI 的一些用法呀，或者很多的这种效率工具的用法呀，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啊，这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密封条贴的，没那么规范啊。这个是说防火门吗？防火门应该不贴密封条吧？你应该随时可以打开吧？就是它虽然是防火是关起来的，但是这个常关的，但是你应该需要的时候还能开开。但我还真不知道常开防火门是什么啊？疏散用的这个不懂，这个回头要研究一下。盲猜范老师是不是把小红书当百度替代？我从来不用什么替代百度，我现在替代我第一个是我从来不用百度啊。百度也不是不用，我用百度网盘啊，但是百度搜索我是从来不用的。然后呢，我的搜索要么是谷歌啊，现在呢更多的是Copilot，也就是 Bing 啊，最近呢开始用 Kimi 啊，这个就是我的搜索。这个小红书呢，其实我还是喜欢随手翻啊，这个是让我比较开心的。生活指南是这个小红书上也蛮多的啊。现在油管好多广告，广告比之前多了好多。对，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它的业绩下滑，它就会给你多切广告。对，我记得以前那个我一个朋友在 Facebook 就跟我讲，他说什么时候 Facebook 的生意好，什么时候 Facebook 的生意不好呢？就是你看那个广告混在这个Facebook 都是那种叫 timeline 嘛，就是那种时间流，对吧？如果广告跟那个你正常时间流的信息的颜色越接近，就说明什么呢？说明 Facebook 最近生意不好，缺钱了。如果是这个很明显、很清晰的告诉你这是一个广告，对吧？分得很清开，很远的这种，就说明现在 Facebook 日子过得还不错，对吧？所以好多这个时候就说，谷歌现在日子没那么好过，所以要多放点儿广告啊，大家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常开常闭，防多余，常开常闭防多用于工业上啊，别吓老范，好吧？那是不是就是咱们正常的，就是写字楼也好，商场也好，还有这个叫做住宅楼也好，都是常闭的，就是这个住宅楼啊，这个叫消防门就应该是关着的，是不是应该这样？常开防火门是有火警时关起来啊，常闭则是反过来啊。常闭等于就是说，我正常的时候是闭着的，然后着火的时候开开，然后另外一种是这个平时开着，然后着火的时候闭上啊，这个好吧，好吧。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再多做一些这个消防培训。你像我50多岁的人了，这玩意儿不懂，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太正常啊，这个事儿是不应该的。好啊，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看还有什么。关于刚才范老师提到日本人3年，呃，都卖车，那如果多数人都这样的话，卖出去的车咋处理？
卖出去的车都被东南亚拉走了呀，这还用问吗？都没有留在日本国内嘛。就是有很多东南亚的这个国家，包括以前中国其实也买很多的日本这种二手车，后来咱们就是禁止国外二手车进口，对吧？如果让美国、日本这种二手车进到中国的话，中国车厂全死了。对，出口东南亚了。好啊，我们本周读评到此结束，然后下周三晚上8点，如果不出意外，继续读评，然后周五晚上啊继续直播，然后其他的直播，这个叫什么呢？其他的直播这个我们就随机开始啊。我看看还有什么，老范日常的具体工作内容是啥？就是跟大家聊天啊。这个日本的车在东南亚混得相当不错，是这样的，就日本二手车。好，再见，再见，再见，不能再聊下去了。结束直播。